终于等到肾源了，佳佳，你马上就能手术了。你好，缴费。女士，你这张卡里没钱啊？没钱？不可能的，我刚借的50万都在卡里，麻烦你再帮我查一下。转账记录显示，您卡里的钱被转到一个叫吴敏的账号里。小姑子，难道是吴亮？老公，你是不是把卡里的钱转给你妹妹了？对啊。不是，这卡里的钱是佳佳的救命钱，你怎么能转给她呢？那个，小敏说她有急用，这我也不想借给她呀。可是小敏哭着求我，我实在是不忍心。不是，那佳佳怎么办呀？这个，吴亮，你妹妹到底有什么事，能比你闺女的命还重要？等我把钱拿回来，我们就离婚。这小敏，你把钱还给我吧。什么钱啊？你哥刚给你转的50万，你先还给我行不行？那是我哥给我的钱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小敏，三嫂子求你了，你看你平时要钱买什么衣服买什么包，嫂子哪一次没给过你钱？但这50万的真不行，那是佳佳的救命钱，三嫂子求你了，你把它还给我行不行？啊，还什么？我都花了。你全花了，全花了。那可是50万，你全花了。看看我新买的包包，我公司的姐妹都买了名牌包，我怎么能比她们差呢？这大牌的包啊，背出去就是有样。这是我千辛万苦给佳佳借来的救命钱，你怎么能都花了呢？哎呀，你那个姑娘的病又治不好，浪费钱，还不如给我用。想买包，你自己赚钱去买。车毛病，不准动我包！我现在把它拿去退了，还来得及做手术。你把包给我，不准给我！你那个姑娘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给我！给我！你这个贱人！我就仗着我哥处你们，等他把你扫地出门，我看你怎么嘚瑟！给我！小敏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妈，救我！妈，你别管，你不是一直嫌弃他给我哥生了个病秧子女儿吗？陈木斌要是死了，那个病秧子不就没人管了？对呀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让他管那个赔钱货，他非要救，这都浪费多少钱了？你们花的钱都是我给的，你们就是在吸我的血，你们这么做对得起我吗？等你死了，你的呀就是我的。他还买过保险呢，等他死了呀，光那些保险的赔偿就够我们潇洒一阵子了。你就安心的上路吧，过不了多久啊，你那女儿也会下去陪你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。哎呀，还是我们家小敏眼光好，瞧瞧这多好看呢！我早就说过，我们家小敏有出息。这下呀，咱们家也算出大老板了。这是3年前吴米刚毕业
就用光我所有积蓄，开美容院的时候，我重生了。老板，验收没问题的话，咱们就签字付款吧。当然有问题，这质量也太差了。还有这面墙，最碍眼，给我拆了。哎，老板，咱的预算就只能做到这样。要是把这墙给砸了的话，咱们得加钱。加钱就加钱，我付不起钱吗？我的美容院得气派，不气派，客人怎么愿意进来啊？嘿嘿，哥妈，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？对对对，开店呢就得气派。只要我妹喜欢，想怎么换就怎么换啊！嫂子，你说呢？嫂子，你说呢？我，哎呀，嫂子，你放心吧，等我赚了钱，我还能忘了你啊？就是呀，儿媳妇儿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这钱给谁花不是花呀？再说了，小米赚的钱呀，不也是要回报你跟小亮的吗？行吧。这就对了嘛。砸，我们有的是钱。嫂子，你说呢？上一世我的所有积蓄都贴补了你们，可你们这些白眼狼却没有丝毫感激。这一世你们休想如意。还有，为了妹妹，连亲生闺女都可以不管，你也别想逃。我觉得这堵墙确实挺碍事的。小敏，创业嘛，就应该一步到位。不只是这堵墙，我觉得这整个店铺啊，所有的装修都应该是最顶格的才行。哎呦，小敏啊，你看看你嫂子对你多好啊！武斌啊，你可真是我们吴家的好儿媳。小敏啊，你嫂子都发话了，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！好戏开场了。那个空腾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啊，你瞅瞅这面墙，什么破颜色，一看就不高档。还有这个瓷砖，我要那种能照出人像那种。好的，明白。一定给我落实了。哥，你帮我拍张照片。好，来，站那边。好了，还是我们家小敏有出息啊，这就当大老板啦。就是呀，咱们呀就等着小米带咱们发家致富，吃香的喝辣的。放心吧妈，等我美容院开起来啊，你们啊就等着享福吧。好，吴敏的美容院开了不到1个月，他就因为早上起不来把店关了，最后反倒怪我给他的钱太少才倒闭。没有公主命，却有公主病，就他还能带你们享福？做梦！老板，我核对了一下，咱们下来一共得再加10万。10万？怎么这么多啊？那个，小敏，还有10万，加上之前都30万了。哎呀哥，30万多吗？再说了，这花的又不是你的钱，是陈木冰的。你不是一直被陈木冰压一头吗？等妹妹发达了，你在家不就听姐玩了？对呀，小亮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你们2口子存那么多钱也没用啊，不如拿出来给小米，就当投资了。以后呀，小米肯定要回报你们的。还惦记我的钱呢？无料1个月3000块，全补贴他家了。我的钱全是我自己攒的，上一世就让我花钱给你开店，这一世没我的资助，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行，就这么办，就当投资了。等我妹创业成功了，带我们一起飞黄腾达。那什么，该动工了。老板，这个金额实在是太大，我们需要先收点钱才能开始施工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付不起钱是吗？我哥有的是钱，嫂子是吧？好。各位，我得提醒你们一下，咱们这个就属于大项目，如果一旦施工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反悔，所以你们考虑清楚一下，不然
后面要是闹出点什么纠纷的话，就不好说了。穷鬼，别用你们的眼界定义我们。让你们砸就砸，就这么点钱，还不值得我们反悔？开工吧。大哥，嫂子，你看我的朋友圈，好多人给我点赞评论，真不少。小敏，你现在身边的同学朋友都知道你要创业当老板了，他们肯定都羡慕死你了。那是，那帮毕业还在找工作的牛马，也就只能在我的朋友圈里点赞看看了。他们这种下等人，下辈子也当不上老板。咪咪，你的店什么时候开业？我过去捧捧场。捧场？我看是想白嫖我的美容项目吧？这帮穷鬼，有点便宜就占，真是穷人思维。还真以为自己是人上人了，我倒要看你怎么付钱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他们不太对劲儿？你联系一下强哥，好，我再去确认一下。老板，工人们都等着结工资呢，咱们先把款给付了吧。我们这边可以支持分期付款。嫂子，全款还是分期啊？都行啊，看你咯，怎么方便怎么来嘛。分什么期啊？看着我们像没钱的样吗？就是啊，全款，必须全款，要不然这传出去多丢人呢。那就全款。那好，那现在直接刷卡就行了。哥，你的卡呢？现在你嫂子那儿，我们家呀她管钱。嫂子，那刷卡。卡？什么卡呀？银行卡，你的。是让我付钱吗？你的小姑子创业，你不出钱谁出钱？啊，原来是让我拿钱给小姑子创业啊！那你们怎么不早点说呢？这钱都让我给花了呀！你花了？我昨天看你卡里面还有20万呢，这么多钱你怎么花的呀？我昨天下班之后去了趟爱马仕的专柜，订了个包包。现在我浑身上下就只剩下20块的买菜钱了。小敏，你要吗？要的话，嫂子都给你。你这个败家娘们，谁让你给自己买包的？不是的嘛，你误会我了。这包我真不是给自己订的，我是想着，你看小敏都已经开店创业当大老板了，她肯定是需要一个能撑场面的包的，所以我才去爱马仕的专柜给她订了一个。小敏，你确定不要吗？再说了，你们也没跟我说这今天的装修费要我付啊，现在怎么办？小敏，这嫂子真不是不想给你花这个钱，是实在是买完这个包之后我也没钱了。早知道今天让我付这个装修费的话，我就不买这个包了。哎呀，你这个败家娘们儿啊！那你真的是，你是要气死我！妈，你别生气啊，别着急，我真的就是想给小敏一个惊喜。陈木兵，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现在怎么办啊？那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把这个包退了。小敏，嫂子对不起你，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。没事啊，我把这个爱马仕的包包给你退了之后，给你换个便宜的，反正这种东西都一样的嘛，对吧？别退，我也确实需要一个撑场面的包。爱马仕挺好，我挺喜欢爱马仕。这样吧，你把这个墙给我封好，我不拆了。老板，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这墙拆了之后就装不上去了。废物，我不用你们了，我联系别人。您要是找别人，那我不拦着。但是今天的这些施工费，你们必须得给我们。拆了堵墙而已，要什么施工费？我们那么多人，费了那么大的劲，那肯定需要收费的呀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多少钱？一共是10万。什么？拆个墙？你要我10
10万，你们怎么不去抢啊？这不只是砸墙，你们要求这要求那的，这些东西那都需要去定制。那些下完单子之后，厂里就立马开工了。那也用不了这么多。你这是讹人，我就不付。哎，不是，你们是不是想赖账啊？哎，大哥，这墙可不是我让你们拆的，也不是我让你们来装修的。你刚也看到了，我是实在是没有钱。你们要实在是要这笔钱的话呢，那你管他们要吧。老婆，你哎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今天必须把钱给我结了，不然的话，谁都别想走。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。我这养老卡里也就几千块。哥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看你们今天怎么收场。是谁想赖我们家账？是谁想赖我们家账？就是他们。你们砸了墙就要钱，这是讹人，我们不认。哎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敲诈勒索啊？你有没有提醒过他们？提醒过了。我们家工人曾经提醒过你，只要是下了单、开了工，钱必须要付的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？我们不认。我告诉你，我陈强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就没有收不回的账。钱今天要是付了，我今天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是你要想继续跟我耍无赖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无赖啊！哥，赶紧想办法。我可是你亲妹妹，我既然被人欺负，就光看着啊！这又不是我让他们砸的墙。要不是你说有钱，我能让他们砸墙吗？我不管，你必须管我。狗咬狗这场面可不多见。这事儿是我嫂子所有的，你们找她。小敏，我是真没钱了呀！哎，你看到了是不是？小老板，你当我眼瞎是不是？这个美容院分明就是你开的。反正我没钱。对，我们没钱，你们能拿我们怎么样？那你今天要是没有钱的话，你们谁都走不了呀！哎呀，真的是欺负老实人呢，真是没天理呀！哎，老太婆，别仗着你年纪大倚老卖老啊！我之前说的明明白白的啊，只要下了单就不能反悔。你没说过。对，我在这听着呢，他们没说。我们头怎么没说话？我就能证明。就是我们这帮人听得一清二楚。你们都是自己人，肯定想让自己人说法。嫂子，都说句话啊！我不知道，我没注意。嘿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啊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你们都是一伙的，都向着你们工头说话。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，这件事儿他没提过。这个责任呢，不是我们的，这钱我们不付。就是啊，你们都没跟我们说，我们为什么要给你们钱呢？哎，不是，你们就是想赖账是不是啊？美女啊，你往后退退。好。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倒是想看看你的嘴怎么这么硬。动手！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。动手！我不怕你，我不认。对，朗朗乾坤的，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死猪不怕开水烫是吧？耍无赖还有理了啊？呸！呸！我操！今天我他妈算是开了眼了！哈哈，碰上你们这一群大傻逼！反正我们也没定什么家底，你们没证据就随便打人，我可以报警抓你们的。妈，
咱们还是赶紧先道歉吧。我听说有的地方为了追债，能把人手脚都砍下来。他们要是动手，咱们可就惨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我们吴家怎么会有你这种儿媳妇？你们还是这么无耻。哎，你在干什么呀？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是我妹让我去砸的墙。你去找她啊！我这拳头吧，好久都没打过人了。你们认不认？要不认的话，我可要动手了。妈，不用怕他，这就是想炸咱们，咱不能上当。说没有就没有，我们不认。哎，哎呀，你妹妹她不认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那就不好意思了。认不认？有能耐你把证据拿出来，凭什么打人啊？我再给你加把火。大哥，我求你，千万别打人了，打坏的话你就要不到钱了。妹妹，机会不是给他们了吗？是他们自己不珍惜，是不是？是，工头大哥确实跟我们反复确认过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陈木冰，不会说话你就闭嘴。我刚是不是不小心说错话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看到了吧，人证，你们还有什么可说啊？妈，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呀？妈，小敏，赶紧下跪道歉认错呀，说不定大哥可以原谅你们。都怪你败家娘们，你怎么把钱都给花了呢？是，这事儿他都怪我。你说我就不该没事给小姑子订什么包啊？要不然我把包退了，把钱退回来，给小姑子付这个钱。你们这一家人真是不要脸，自己闺女创业，还要让儿媳妇道歉。这就是寄生虫。一家人全靠儿媳妇养着，呸，真不要脸。我们这是证据都有了，你们还能耍赖吗？现在证据都有了，你们还想耍赖吗？不是，强哥，这事儿都赖他，都怪他把钱给花光了，没告诉我。对，都怪我嫂子乱花钱，要不我能没钱付吗？是啊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该买这个包的。哎，妹子，这事儿可不怪你啊。可是我纳闷的是，你自己赚的钱，凭什么给这群垃圾花呀？啊，就是想开店就自己出钱，没钱装什么大老板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一家人把人家儿媳妇当啥呀？呸！一群寄生虫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们家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大哥，你们就不要再欺负我的小姑子和我老公了。自从我嫁给吴家之后，我这所有的工资都是给他们花的，都是我自愿的，真的。陈木冰，你闭嘴吧！现在没有钱怎么办？就你着嘴了是吧？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我再最后问你一遍，证据也有啊，这事你们认了还是不认？认。哎，你呢？我也认。这不就好办了吗？哎，既然认了的话，那可把款给付了。今天要是不把款给付了，谁都别想走。大哥，这个钱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我们也是真没钱。不就是砸了一堵墙吗？你们要我们那么多钱，你们这不是抢钱吗？大哥，真没钱。没有钱呐？没钱你给我装啥牛逼啊？啊，这个我也想要，那个我也想要，我想要最高档的，谁给你的勇气啊？梁静茹？哎，大哥，你千万别打我小姑子的脸呢！你看她小脸蛋多漂亮，打坏了多可惜啊！妹妹，这件事情可跟你没有关系，请你往后让让。
我是一个最讲原则的人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只找那些欠钱不还的人。大哥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真没那么多钱。小敏，你快磕头啊！你不磕头，大哥怎么原谅你呢？还有你妈，老公，赶紧跪下磕头道歉认错呀！这怎么了？还想尝尝拳头的滋味？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认了，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骗你，我是真没钱。哎，强哥，这小的没钱，老的肯定有啊！我的养老卡里的钱，你要是拿走了，你真是要我的命啊！你们有本事就杀了我吧！哎呦我去，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这耍无赖呢？你以为就没办法治你们了？妈，咱可不能耍无赖啊！这件事咱们不占理，人家要是报官的话，咱们就完了。哎，对，就报官，就说你们违约合同，让我们损失了太多的金钱了。哎，这样就能治你们了。你看，这要是闹大了，这事儿那就完蛋了，这真是要出事了。我记得这违约金要是超过3万的话，就要进去3年。3年？咱们欠人家10万，那就是10年啊，妈。10年呢？这么严重了？大哥，我求你们了，千万不要报官。我妈她岁数大了，她不懂事，不讲道理。这样，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彼此都喜欢的解决办法呢？哎，我们倒是想好好解决，可是某些人不愿意商量。妈，他们是真的会报官的，咱们得想个办法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啊！哎呀，那你们说吧，怎么办？那就都别跪着了啊！我已经感受到你们的诚意了，快起来！老公，我主业是装修，平时没事呢也放点贷。你们不是没有钱付款吗？你们可以找我贷款呀，不就10万块钱吗？我贷给你们不就行了？贷款？大哥，我不想贷。老公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不想贷款？你难道眼睁睁看着小姑子去蹲监狱吗？咱们先把这个钱给贷下来，等还款的时候，咱们再一起想办法，再商量嘛。不贷的话，那就报官，打电话啊！哎，别，贷，我们贷。妈，先带着，贷款的钱一会儿让陈木斌想办法还嘛。先别报官，我们贷。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强哥，给他们介绍一下贷款。哎，那个大哥，咱这不是高利贷吧？你给我闭嘴！我们是正规贷款啊，你贷不贷？不贷就算了。哎，贷，我们贷。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个贷款上不封顶，你们房子你们总有吧？可以拿房子抵押呀。不行，我那个房子我留着养老的，我不能抵押。哎，嫂子，你爸妈不是有房子吗？啊，对，我儿媳妇她家有房子，是吧，木斌？对，我爸妈确实有房子。果然想到我爸妈的房子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他们1分钱没出，还好意思惦记我们家的房子。你们可真是刷新我的认知。哎，大哥，我们有房，我们拿房子做抵押。好，有房子做抵押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我给你们贷50万。这么多啊！那咱们先贷了再说，反正有嫂子呢。行，我们贷。哎，木斌啊，你让你爸妈把那个房产证送来。哎，行，妈，我去打电话啊。还真以为贷款是好事，我看你们一会儿是怎么往火坑里跳的。
拿合同。大哥是这样啊，我还想拿点钱买点奢侈品啊，而且我现在上班还需要一辆车，反正带都带了，能不能再多带点？这女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？真是好久没碰到这种傻逼了，简直就是老天爷送来的提款机呀！可以，行，太可以了！我给你们贷50万的基础上再多贷20万。20万加50万就是70万了，这么多！妈，哎，嫂子，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啊！我准备把这里重新装修一下，再买点高级货，剩下的钱我还能再买辆车。行啊。哎，哥，你说我们怎么改一下这堵墙啊？全拆了。小米呀，都已经贷款了，想干嘛干嘛。对呀，你嫂子家还有房呢，贷个几十万不是问题啊。哎，对吧，老婆？老公，我爸妈的房子。哎呀，嫂子，你就放心吧，等这美容院开起来，我给你分红，很快就能还上的。哎呀，放心，小敏本事大，还个贷款还不容易，快签吧。上一世，他们花光了我的存款，还让我还了2年的高利贷，甚至连佳佳的治病钱都不放过。这一世，你们休想再花我的钱。小敏，你过来捣什么乱？小敏，这堵墙，它要是全透明的，那得多敞亮啊！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嫂子，还是你眼光好，对吧？我瞧瞧，还真是哈。看你们一会儿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这面墙我要一整面玻璃的，一点切割痕迹都没有的，听到没？肯定能做。嘿嘿。这个合同都已经印好了，签字吧。你急什么呀？没看到我们在讨论吗？讨论完再说。就是。好，你们先聊好了，咱们签合同啊。算上玻璃墙，总的收费是35万，那还能剩35万，我可以买一辆4驱。行，就按我说的弄。哎，我先提醒你们一下啊，等会儿要是下了单就得付款了。我们都已经贷过款了，还怕我们付不起钱啊？那就签字吧。行啊，给我老婆吧。啊？不是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哎，有人签不就完了吗？你管谁签呢？就是。哎呀，老公，小敏，这合同我签不了了。是，你不签谁签啊？不是，我刚给我爸妈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们刚刚跟我说，我们家那个房产证啊，还被老鼠给咬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房产证让老鼠咬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可能家里面闹老鼠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大哥，房产证没有，这合同签不了了是吧？哎，大哥，你别着急啊。哎，小敏，我记得你可以办那个个人信用贷款。什么信用贷款？就是有那种不需要抵押，然后只要你消费高、信用好就能办的贷款。大哥，我说的对吗？应该是有的，对吧？也行，也可以贷款。平时你们的消费谁最狠呢？他。那就你来吧，签字吧。妈，我不签，凭什么让我签啊？小敏，嫂子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你，
但你看，咱们全家就你最符合条件。小敏，你看看他们这帮人，像是能讲理的吗？先把字签了，先把眼前这关给过了啊！哥，哎呀，小敏啊，你就先签了吧，大不了以后我让募兵帮你还。那这能行吗？哎，行的行的，你嫂子你还不知道吗？我让他还，他敢不还？干什么呢？这合同你们签不签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天黑之前你们要是不签，我们可就不能这么讲道理了。签，我们马上签啊！小敏啊，先把合同给签了，钱到时候让你嫂子来还啊。哦，来，签字。这份拿好了啊！来，把你的二维码拿出来，我把钱给你。谢谢强哥，没想到强哥这么讲信用啊！我做生意最讲诚信。钱过去了，看看吧。微信到账500元。 500啊！强哥，我贷的是70万，扣除装修费35万，应该还剩35万。你这500……你们看合同了吗？合同？合同上面写的很清楚，35万呢是我们装修队的装修费，29500是利息，我要提前扣除的，剩下32万呢是押金，还有剩500块钱。 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，这合情合理啊，有问题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你们这不就是高利贷吗？你他妈把嘴给我闭上！你要是再他妈敢给我乱说话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！我给你们贷的是70万，2万5是利息，高吗？这叫高利贷吗？可是你只给了我们500块钱啊！我都说了，32万是押金。 是我没说清楚，还是你们听不懂人话？押金懂不懂？你们把这70万还给我，我就把这押金全部都退给你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们，1周之内你们要是把钱还不回来的话，这32万的押金我就不退了。这贷款我们不贷了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们，1周之内你们要是把钱还不回来的话，这32万的押金我就不退了。这贷款。 我不贷了！哎呀，字儿你们也签了，钱你们也拿了，说不贷就不贷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合同上面有一条，就是单方面违约，你们要赔付我们3倍的违约金，也就是210万。对，210万。你们也太狠心了吧！我跟你们拼了！哎妈，算了。 妈，咱们今天1分钱没花，还把小敏的店装了，已经是赚便宜了。回去以后，让陈木斌想办法啊！是帮人，明显不是擅长，不能让老太太闹了。妈，咱们先回家，到时候让我嫂子还钱不就行了？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贷款给还了，你们就把这个钱给我们？ 我是按合同办事，只要你们还钱，押金就全部退给你们。哎呀，强哥还是讲信用的嘛。哎，那我们走了啊！好，忙。走啊！杵在那干什么？跟木头桩子似的，也不知道帮你小姑子说句话。你赶紧回家，让你爸妈把房产证补办了，听到没有？哎，知道了。 走。美容院装修好了，马上就能开业了。今天一切都挺好，就是这贷款的合同，要是陈木兵签的字就更好了。你提起来这事我就来气，
那陈木兵他爸妈是老年痴呆了吗？那房产证能让老鼠啃啊？等他回来，我好好问问他啊。哟，老公，小姑子，都在呢。房产证补了吗？补了，下周就能下证。小敏啊，这你门面开起来之后，你可得好好上班。我们全家现在都等着你赚大钱呢。小亮、小敏，来吃水果啊！妈，儿媳妇儿啊，你看咱们家今天一下贷出去了70万，得赶紧想办法把这个窟窿给补上啊！这要是逾期了，小敏可就要成老赖了呀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看我还是去把那个包给退了吧，至少还能退回来20万。这剩下的就只能你们想办法了。不是，什么叫做我们想办法？你不是吴家人吗？嫂子，包就别退了，这是你送我的开业礼物，是你的一片心意嘛。对呀，包就先退了，这个钱嘛，你不是补办房产证了吗？咱们可以先把房子给抵押了，先把这个钱还上啊。这也是个办法，但是我怕我这来不及啊。你说，要实在不行的话，我结婚之前啊，我们老板带着我投资过一份金条，现在的金价上涨得这么厉害，这本金加上利息，我估计怎么着也能有个100万吧。100万呐！100万，太好了，100万还贷款，绰绰有余。哎呀，我这肚子有点疼，我去趟洗手间啊。不是老婆，你操点心，这着急用呢。哎，妈，不要急，等我把你们送进去，就不用着急了。哥，金条是用来还债的吧？那嫂子爸妈那房子，是不是就能为我所用了？对呀，陈木兵家就他这一个女儿，那他爸妈的东西不就是我的？对呀。陈木兵家就他这一个女儿，那他爸妈的东西不就是我的？对呀。妈，菜齐了。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，妈？小米现在的美容院也开起来了，还差一辆车，她想要保时捷，就是还差点钱。你爸妈家不是有一套房子吗？你把房子去银行抵押了，把这些钱呀交给小米买车。小敏，你这才刚刚大学毕业，买这么好的车没必要。这事儿不需要你操心，人家小米心里有数。嫂子，得有好车才有客户愿意跟你做买卖吧？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可是？我是你婆婆，我说了算，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哪来那么多话？我们吴家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上一世你们就要我抵押爸妈的房子买车，这一世你们还要这么干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儿媳妇儿啊，吃个水果。行。哎，儿媳妇儿啊，妈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你看小敏的店也开起来了，她想买辆车，但是吧，家里钱不够。你看你房产证补办回来后，能不能先把房子给抵押呀，给小敏买车？行啊，没问题啊。那个小敏，等证下来之后，你就去我爸妈那儿拿啊。
那个小敏，等证下来之后，你就去我爸妈那拿啊。嗯。现在这造假能力都这么强的吗？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区别。哼。喂，小敏。嫂子，房产证办下来了吗？办下来了，快递刚到我爸妈家呢。那我现在就过去。嗯。鱼儿上钩了。小敏，嫂子，你这是啊？银行让我过去拿金条，你就晚点再过来吧。啊，嗯。反正嫂子已经答应要抵押了，我现在拿走不算偷买。他们家肯定还有值钱的东西，我得配一份钥匙，下次再来看看。你好，向门服务，咱们是要配钥匙是吧？对，师傅，你看看这个能配吗？能配，10块钱。行。啊，配好了，一模一样。你看看，打不开的话，我再帮你调。可以了，谢谢啊。啊，钥匙我按吩咐配好了。行，辛苦了，师傅。好。钥匙我按吩咐配好了。行，辛苦了，师傅。好。小敏，你怎么还没走呢？那个，我捡了把钥匙，好像是你的，所以等你来。我就说嘛，这钥匙丢哪儿去了？原来被你捡到了。谢谢你啊，小敏。这上面可有我公司的钥匙，这要是丢了可麻烦了。你是我嫂子，谢什么谢？应该的。这是从银行回来了。嗨，银行那边说我要提的金条数额巨大，他们本地没那么多，非让我去总部一趟。今天马上就得走。这房产证的事，不急不急，买车的事不着急，你先忙你的，等你回来再说。也是，这车什么时候都能买。等我把这个金条提回来，咱们也就不用贷款了。你先忙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一切尽在掌握。哥，你媳妇去外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什么？她怎么去外地了？那贷款怎么办呀？金条呢？金条是没有，不过我有这个。他把房产证给你了？给什么给啊？我下午去找陈木斌的时候，正好捡到他的钥匙，我就自己去他家把房产证拿回来了。那不是偷？那怎么叫偷呢？反正陈木斌已经答应把房产证给我了，他给我和我自己拿，都一样。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？这毕竟是他爸妈的。有什么的呀？那套房子100多平，根据现在的行情，得值200-300万。这么多？那可不。那要是有了这笔钱，咱们就发达了。那要是有了这笔钱，咱们就发达了。
喂，嫂子。小敏，银行这边还在走程序，我可能得下周才能回去。下周？可是我的贷款这周就要还了。小敏，嫂子也想帮你，但我这确实是脱不开身啊。不行的话，你先自己想想办法。好，哎，来了，等一下马上来。小敏，我这边在忙，先挂了啊。我看你们怎么死。他把我的电话给挂了。什么情况？他怎么说呀？你的好媳妇说，他下周才能回来。这，哎呀，那贷款不就逾期了吗？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这都中午了，你才醒啊？不去美容院了？哎呀妈，天天早起多累啊！我得给自己放几天假，劳逸结合。这话你算是说对了，劳逸结合，多休息。哎呦，我家小米都瘦了，晚上啊，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。谁呀？谁呀？强哥啊！哎呀，今天是还款日，我在家等了一上午，也没有人找我，这什么意思？那个，我这不是寻思吃完饭就给您送过去吗？哦，来，哎呀，儿子！哎呦，儿子！妈，你怎么不讲理呀？一上来就打人，我跟你拼了！妈，你这个老娘们儿说话以后客气，这都是我的人，我不敢保证我能做出什么事儿来。这合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还款期限就是今天的中午12点。现在呢，已经是12点半了，你们逾期了，知道吗？什么逾期啊？合同上哪写着？早就逾期了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合同啊？啊？合同上面写的是明明白白的，今天中午12点前必须还款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合同啊？啊？合同上面写的是明明白白的，今天中午12点前必须还款。来，这上面也没有啊。最后一页，背面。哦。这合同上面的白纸黑字写的是明明白白，如果说一旦逾期了，押金我就不退给你，而且你呢还要付违约金。逾期扣除押金，双倍违约金，就是140万！140万！你把逾期写在背面，这谁能看到啊？你分明就是在坑我们，你是故意的！你给我闭嘴吧！一个死老娘们儿，说话能不能给我闭嘴？我他妈最烦你说话！呸！妈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强哥，咱们大家有话好好说，咱这事一起商量商量。我这个人呢，最讲道理。我呢，就再宽限你1个小时，1个小时之内，你要是把钱还上，我呢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如果说你们要是还不上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强哥，1个小时啊！哎呀，没天理呀！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哎呀！你给我闭嘴吧，烦死我了！哎呀，没天理呀！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哎呀！你闭嘴吧，烦死我了！好汉不吃
是眼前亏啊！对啊，他是真打人啊！能好好说话吗？那，强哥，咱们在这事儿商量商量。好啊，那就好好商量商量。我已经宽限了你们1个小时，现在你们是还钱呢，还是想怎么办？那个，真没钱。没有钱？好。有钱，我们有钱。拿钱。但是现在没有。你他妈耍我是吧？不是，我有房产证。哎，强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把房子抵押给你贷款，然后把欠你的70万先给您还了，你看怎么样？房产证？房产证？你说这套房子吗？不是这套，是另一套啊。对，我们家的房子不可能卖。另外一套？你们还有一套房子？不是你们挺有钱呐？啊不是我们的，是我老婆的。哎，强哥，我嫂子那套房子怎么着也能贷个200万，我不多要，我贷150万，把那70万还了，你给我80万就行。哼，房产证呢？你等着我去拿。快！陈忠？谁是陈忠？陈忠，我老丈人。你用你老丈人的房子做抵押，这不大好吧？这怎么不好啊，强哥？我老丈人就我老婆1个女儿，那他的房子不就是我的吗？对，陈家的房子就是我儿子的房子，怎么不能做抵押？那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陈慕斌是你老婆？有，我有结婚证，我这就去拿。哎，我呢就再相信你一次，这房产证可以贷，不过呢，我只能给你贷100万。不是啊，强哥，这我妹妹信用贷都贷了70万呢，这房子怎么着也得200万。哥们儿，这房产证里面可没有你的名字，我也是冒着风险的呀。给你们100万，除去之前的70万，加上手续费，我给你们20万现金。不行。哎，强哥，之前的30万押金能退吧？加上押金一共50万，是吧？行，咱们就事论事，押金我退给你。我们要现金。哼，可以，还款周期呢是1周，1周之内连本带利还我110万。如果还不上啊，这个房子归我，同意的话咱们就签合同。1周之内连本带利还我110万。如果还不上啊，这个房子归我，同意的话咱们就签合同。签，现金什么时候给我们？去车里把合同拿过来，再拿现金过来。是，强哥。各位稍等片刻。不急。啊？还有问题？强哥，合同签好了，你看看有没有问题？合同啊，还有房产证，我就先拿回去，1周之内还款啊。1周之后我来收账。强哥，我操！没事吧，强哥？不好意思啊。那个，对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。1周之后，我要是收不到账，这个房子就归我了。还有你们欠我的钱，要一并还给我。您放心，强哥，到时候我要是还不上这个钱，您就过来收房子。好，拜拜，不要送了啊，拜拜，撒由那拉。
到时候我要是还不上这个钱，您就过来收房子。好，拜拜，不要送了啊，拜拜，撒由那拉。这么多钱都是给我们的，可惜房产证上不是我的名字，要不然怎么也能弄个100万啊！见好就收吧。黑马，明天赶紧去把车买了，最好在陈木兵发现之前把钱全花了。对，把这事儿给弄实了，就算他不同意，那也是没有用的。哥，妈，这事儿可绝对不能让陈木兵知道。放心吧，这个屋子里面就咱们3个人，那陈木兵他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就是啊，小米，赶紧把钱藏起来，明天咱们就去买新车，房产证的事儿就让陈木兵自己头疼去吧。好好睡吧，明天你们就睡不着了。强哥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什么样子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这房产证它是假的！你给我再说一遍。你看看，这是假的。强哥，这里。你他妈告诉我，这顶上为什么会多了个字？不知道，强哥，我找了好几个地方，他都说是假的。居然敢他妈骗到我的头上！去，告诉所有兄弟，跟我去吴家！妈的，操你妈！我操！走啊！妈的，操你妈！我操！走啊！小米啊，你等会儿啊，好好打扮一下，等会儿啊，咱们去提车。妈，这小米都买车了，我呢？你呀，等到谁啊？是陈木兵回来了吧？大哥，快去问问，金条有没有带回来呀？啊，敲什么敲啊？来了！我操！哎呀，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样了？包卡日期不是还没到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去！妈，你不是讲理的吗？怎么动不动就打人呢？你们是真拿我当大善人了是吧？拿一个假的房产证来骗我的钱？假的？怎么可能啊？你他妈自己看看，是真是假，你们他妈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不可能，这可是我亲自从陈木兵家偷来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是啊，强哥，你得相信我们呀！你他妈！等一下，先别打，我先问问我儿媳妇儿怎么回事。儿媳妇呢？她在哪儿？那个，她去外地了。我说呢，她怎么没有露面？原来你是背着人家把房子都抵押了是吗？不，强哥，这怎么能是背着呢？我是她老公，这房子本来就有我一份啊。这房子都不是你们的，还拿人家房子做抵押，还做了一个假的房产证。我明白，你们是合起伙来骗我钱是吧？
这房子都不是你们的，还拿人家房子做抵押，还做了一个假的房产证。我明白，你们是合起伙来骗我钱是吧？不，强哥，我们怎么敢坑你呢？给我把嘴闭了！把昨天我给你的钱一分不少都给我拿出来，再赔偿我140万违约金。现在，马上！强哥，你再仔细看看，是真的是真的。我看什么看呀看？你自己看看那个章上那个字对不对？啊？房产管理总局。我就说呢，这怎么能着了你们的道？马上给我把钱拿出来，快点！这房产证明明是我从陈慕兵家里拿的，怎么是假的？我操！我不管你，这个证你是从哪拿出来的？把我的钱给我拿回来！拿回来！听见没有？哎，强哥，别打了，我去拿。哦，我现在就去啊！小米，钱放哪儿了？就在柜子里面。你看，你到底放哪儿了？我明明放在这儿的，怎么不见了？不是，哎，轻点，哎呀！你们还他妈跟我在这儿装是吧？今天啊，要是我还见不到钱，我就要了你们俩的狗命！强哥，我们确实把那个钱放到那个柜子里面了，可是他自己消失了。你他妈给我吵了！我就要了你们俩的狗命！强哥，我们确实把那个钱放到那个柜子里面了，可是他自己消失了。你他妈给我吵了！钱在柜子里放着，自己能飞啊？哈哈，今天拿不到钱，我让你们生不如死。强哥，我真没有骗你，那个钱我就把它放在柜子里，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就没了。你相信我。好，名假的房产证骗了我的钱，你现在告诉我钱不见了，他自己能长腿跑吗？是吗？是不是你拿我当傻子呢？啊！我真没有骗你，我真不知道钱去哪了。兄弟们，把腿给我打折，让他们后半辈子坐轮椅。强哥不要！强哥！兄弟们，把腿给我打折，让他后半辈子坐轮椅。不要！强哥！等一下，我给我儿媳妇打电话。还有钱，误会，强哥，误会。好，打。不要，强哥！喂，妈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儿媳妇，家里出事了，你小姑子借贷款的事儿。妈，你催什么催啊？我不是早就答应你了吗？等我把金条拿回去，去给小敏还贷款。你那金条值多少钱呀？总共能有个100万左右吧。我今天下午就回去啊，不过我很久都没回公司了，我得先回去一趟。明天吧，明天我就回去，把金条拿回去。哎，好。你听到了吧？100万，还你那70万呀，绰绰有余。哦，绰绰有余啊，绰绰有余，绰绰有余。妈，你没事吧？70万，昨天你们要是把这钱还了，今天大家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但是你们3个拿一个假的房产证骗了我的钱。就别想这么能糊弄过去，把70万的钱还给我，再赔偿我70万的赔偿金。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？你这就是高利贷！你闭嘴！少在这块给我撒泼无赖！合同上面的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。你们今天谁他妈的跑，
钱呢？我上哪儿找那么多钱呢？好，这意思钱就是不想还了是吧？好，今天我让你看看我陈强的手段，兄弟们！陈哥，把吴亮给我带下去。今天我让你看看我陈强的手段，兄弟们！陈哥，把吴亮给我带下去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当然是给你带回去普普法呀！啊！走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别带走我儿子！我让我儿媳妇还钱。见钱熟人，如果明天你拿不到钱的话，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。不是陈哥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妈，小敏，救我呀！救我呀！小哥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我哥吧！明天拿钱赎人，如果明天上午我见不到钱的话，后果自负。儿子，别带走我儿子！妈，你先别哭了，赶紧给陈木兵打电话，让他想办法。对，给木兵打电话。哎，你千万别跟他提房产证做抵押的事情。这个房产证是我趁他不在的时候去他家偷的，没想到他竟然准备了假的房产证，看来他对咱们早有防备。他能有这算计？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让他知道。那我怎么说呀？你就说高利贷上门，让他带金条回家，先别回公司。好，就按你说的。我看你们还能怎么演？喂，妈。我看你们还能怎么演？喂，妈。喂，木兵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怎么了，妈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哎，对了，刚才那个手机怎么突然挂了？小亮被那些借高利贷的给带走了呀！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贷款到期了，没钱还款呀，他们就把小亮给带走了，说是要是再不还贷款的话，就打断小亮的腿呀！嫂子，金条拿回来没有啊？你快救救我们，我求求你了！小米，你千万别着急啊！这金条我已经拿回来了，我今天下午的飞机就回去。等我回去之后啊，我就把这金条借给你啊。借？嫂子，你不是拿来给我们用的吗？你看啊，这合同是你们签的，这贷款拿钱的也是你们，但这金条是我的呀，还这么多钱。你要用的话，我可以借给你，可不能白给你啊。哎，木兵啊，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呀？现在赶紧把钱拿回来，先把小亮救出来再说。那可不行。有啥不行的啊？我是你婆婆，我说行就行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这金条是我的，我不可能平白无故的给你们。算了，这电话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我这边要赶飞机了啊，回去再说吧。喂！哼，他敢挂我电话，这什么态度呀？这，小米，木兵刚才说他要先回公司一趟，今天晚上先去到公司看看。他可能把金条放在公司，有的话就把金条先拿回来，到时候再把金条交出来再说。今天晚上先去到公司看看。他可能把金条放在公司，有的话就把金条先拿回来，到时候再把金条交出来再说。好，我马上去。上一世你们坑光了我的钱，还要了我的命，这一世能让你们连本带利全吐出。
你好，陈经理回来了吗？陈经理还没回来，你稍后再来吧。没事，我坐这等他一会儿。哎，陈经理的小姑子又来干啥？谁知道呢？他每次一来，陈经理都要去图一波血，这次估计又是来要钱的。哎，陈经理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摊上这么一家子吸血鬼？哎呀，哎，我回来了，陈经理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陈经理回来了，陈经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陈经理，我们都想你了。抱歉啊，休假了这么久。这样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。陈经理万岁！陈经理万岁！穆平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再不回来，公司可就要停摆了。啊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，李总？东西拿回来了。行，先放在你办公室，然后咱们一起去聚餐。行。先放在你办公室，然后咱们一起去聚餐。行。好啦，走吧，各位，走。嫂子，嫂子，你什么时候？行了，我不说了，这件事情明天再说嘛。可是我够了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没看到我这有事吗？走吧。好。小米啊，怎么样了？妈，陈木兵把金条拿回来了，就放在公司。喂，小米啊，怎么样了？妈，陈木兵把金条拿回来了，就放在公司。这么说，你哥有救了？哎呀，你赶紧把金条拿回来，去救你哥呀！妈，我得等公司的人离开再去拿。对了。一会儿陈木兵要和同事去楼下聚餐，你去看着陈木兵，别让他回公司。啊，好，我现在就过去，一定把他看住了。你拿到金条要告诉我啊。放心吧，哎，他下去了，我就问了。那家日料啊，确实挺好吃的。一会儿你们想吃什么呀？随便点。谢谢木冰姐，还是你对我们最好呀。还好我聪明，配了2包钥匙。陈木兵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躲我。还好我聪明，配了2包钥匙。陈木兵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躲我。李总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点东西落在公司了，我先回去一趟。儿媳妇儿，妈，儿媳妇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出来转转。你们这是同事聚会啊？是啊。哦，我有东西落在公司了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出来转转。你们这是同事聚会啊？是啊。
哦，我有东西落在公司了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妈？妈不是没吃过日料吗？你们聚餐，带我一个呗。妈，我们这是同事聚餐，带您不太好吧？我怕扫了大家的兴致。没事儿，让阿姨一起去吧。哎呀，还是领导开明。走走走，吃饭去。那行吧，妈，你们先进去，我回去拿点东西，一会儿就来啊。哎，回什么公司啊？跟妈吃饭去。妈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非要我留下来啊？妈不是没吃过日料吗？怕一会儿出丑。这以前我带你去吃你都不去，怎么今天非得想去吃了？有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我饿了，走，吃饭去啊！这以前我带你去吃你都不去，怎么今天非得想去吃了？有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我饿了，走，吃饭去啊！喂，妈。小敏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刚才他要回公司，我帮你拦住了，你抓紧点啊！哎呀，你放心吧，金条我已经拿到手了，我马上就回家。奇怪，灯怎么亮了？你是什么人？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是这个公司的员工。那你箱子里面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怎么不行啊？你在这里偷偷摸摸的，肯定有猫腻，打开看看。看什么看啊？东西看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哎，金条？哼，这金条是从哪儿来的？是谁允许你拿的？哎呦，大哥，你别误会，这金条是我嫂子陈木冰让我过来拿的。陈木冰你认识吧？不行，口说无凭，你必须跟我去保安室一趟。别去保安室啊！哎，大哥，这两个你拿着，钱就当今晚的事，没发生过吧？大哥，一看就是有眼力劲儿的人，来穿好啊！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想要贿赂我，罪加一等，你等着被抓吧。来穿好啊！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想要贿赂我，罪加一等，你等着被抓吧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你好，我们是保安室的，你是陈木冰吧？是我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吴敏盗窃你们公司财物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你赶紧来一趟，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。行，我现在马上过去啊。木冰啊，咱还没吃饭呢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个妈，吴敏她盗取公司财物，被保安部给抓起来了，现在让我过去一趟呢。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这小敏不可能偷你们公司东西的，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木冰啊，你可不能不相信小敏啊！是，妈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先过去看一下哈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行，走。我发现的时候，吴敏就已经带着偷来的金条，准备离开公司了。胡说！他撒谎，那金条根本就不是他们公司的，是我儿媳妇的。我们拿我们自己家的东西，怎么能算是偷呢？嚷什么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不好意思啊，长官，我是陈木冰，我婆婆她比较着急，你别见怪啊。哎，嫂子，你快跟他们说，金条是你让我去公司拿的。李总，我亲眼看见他偷了金条。闭嘴！我都说了，那不是偷是拿。儿媳妇呀，你快和长官说说，是你让小敏去公司拿金条的呀，对吧？是这样吗？嫂子，我可是你小姑子，你可得救我。长官，
这件事情我毫不知情。这金条啊，是我和我们李总共同投资的，其中有80万都是公司的财产。我拿回金条之后，就把它锁在办公室里，钥匙也一直在我这儿。我倒是很奇怪，他是怎么进去的。啊，嫂子，你不是说金条是你的吗？怎么成你公司的了？这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的，是他瞎说的。干什么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吴桂芬，你知道盗窃公司财产是什么意思吗？是犯罪，是要坐牢的。你叫我什么？吴桂芬，你知道盗窃公司财产是什么意思吗？是犯罪，是要坐牢的。你叫我什么？我叫您什么呀？我应该叫您什么呀？叫你一声妈，你配吗？自从我嫁到你们吴家开始，你就一直在不停地搜刮我，来养你这个废物女儿。现在吴敏做出这种事情，那是你咎由自取。你叫我什么都行，那小敏她可是你的亲小姑子呀，你不救她，她可就完了呀。如果我帮了她，那我就完了。你们公司的老板那么器重你，只要你肯认错道歉，他是不会追责的呀。哎，对吧，李总？长官，这件事情我毫不知情，我从来没有让他去拿过金条，与我无关的。长官，这些都是陈慕边让我去做的，是他让我去公司配钥匙，去偷金条，这些都是他指使我的。到底是谁指使的谁？这把公司的钥匙是当初李总亲手交到我手上的。下班之后，我一直在跟同事聚餐，根本没有时间把钥匙拿给吴敏。吴敏是怎么打开大门的？除非他私自配了钥匙。你放屁！这钥匙是你让我配的，陈慕冰他才是主谋。对，我作证，这个金条是他们两个商量好了来偷的，是陈慕冰他的主意，他才是主谋，我女儿是被冤枉的。这个金条是他们两个商量好了来偷的，是陈慕冰他的主意，他才是主谋，我女儿是被冤枉的。你有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与你无关？你还真是着急的想把我送进去。我劝你还是赶紧承认吧，就算要定罪的话，你才是主谋，我女儿顶多也就算个从犯，你判得多。好好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。长官，我在来的路上调取了我办公室的监控录像。办公室有监控？来，这一段您看一下。老实点，你们以为这是你家客厅啊？您看一下。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哎呀，没王法了呀，没天理了呀！儿媳妇她竟然算计婆婆呀！我打死你！我拿你当婆婆，你有拿我当过儿媳妇吗？自从我嫁过来，你3番5次的从我这里拿钱，供养你好吃懒做的废物女儿，为了给她买车，甚至还想要动我爸妈的房子。怎么，是觉得我是个软柿子，能任由你们拿捏吗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算计的。那我们带的钱是不是被你拿走了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长官，吴桂芬和吴敏盗取公司巨额财产，涉嫌金额巨大，我申请立刻查清。长官，吴桂芬和吴敏盗取公司巨额财产，涉嫌金额巨大，我申请立刻查清。我不要！我求求你，你放我一马！我不想进去。老板，求求你，你放过我！只要你放过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这件事你想怎么办？长官，我们可都是好公民，我只求能够公事公办。这一老一小盗取公司巨额财产，被抓了个人赃并获，咱们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抓起来，立马上报，破获重大盗窃案。哎呀，儿媳妇儿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
呀！涉嫌金额巨大，你如果不在里面蹲个10年8年，我估计是出不来了。哦，还有你这个宝贝女儿，等她出来，我估计都能进养老院了。嫂子，我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，我再也不跟你要钱了。就算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看在我哥的面子上，放过我吧。你哥呀，别着急啊，我马上就会把他送过去，让你们一家人团聚。手机里的录像是证据，我需要复制一份。还有，接下来你们要配合我们一些调查工作，要随叫随到。好，没问题。辛苦了，长官。我丈夫追我的时候对我很好，他说他要让我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可结婚之后，我的生活又陷入了一片黑暗。他说他要让我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可结婚之后，我的生活又陷入了一片黑暗。他家里人对你很不好。他没什么本事，一个月挣着3000块的工资，混吃等死。婆婆对我也是非打即骂，小姑子嘛，一天天就只知道跟我要钱。他们还想霸占我爸妈的房子，甚至……我没想到你婚后的生活这么不好，早知道这样。没事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他们也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对了，李总，我想要过2天的假期，我还有点事情想做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走了，早点休息。强哥，老婆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赶紧把钱给他们，让他们把我给放了。他们打了我一晚上，我都快被打死了。妹妹又见面了。不是，这是准备用这个豪车赎老公？今天早上刚提的，怎么样？真不错。看来你们家是真有钱呐！我还以为我贷款要不回来了的。啊，赶紧把钱给他们，让他们把我给放了啊！你买的这车看着还真不错，一会儿回去我看啊。强哥，我能跟他说句话吗？说。强哥，我能跟他说句话吗？说。喜欢这车？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在柜子里发现了50万的现金，然后我就去提了个车，哦，顺便还买了个包。啊，不是，老婆，你先把钱给他们，让他们先把我给放了。这车一会儿回去我试试。哎，你买的这个是 SUV 吧？要是 SUV 就好了。好啊，那我到时候给你捎一辆。先把字签了，来。离婚协议书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签字吗？我不签。不是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，陈目标？那可就由不得你了。强哥，哎，帮妹妹个忙呗。妈的，让你签你就签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快签！现在能让他们
们把我给放了吧。谁说我今天来是给你还钱的？不是，你不是来给我还钱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给你看看我新买的车呀，顺便来离个婚。陈木冰，你别他妈吵吵了！哎，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，妹妹？你不是给他来还钱的吗？别他妈吵吵了！哎，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，妹妹？你不是给他来还钱的吗？他可是欠了我们的钱，还拿假的房产证骗了我呀！要是不给钱的话，他会死得很惨的。那就按照你们的规矩来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，要杀要剐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不是，别扯着！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个钱你是不是不打算给他还了？我已经跟他离婚了，我们俩现在毫无瓜葛。他欠你钱，那你找他要就好了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吓唬你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剁他一只手？动手吧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陈木冰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死！你个福美魔！钱哥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，他那是在故意激你的，你可千万不能上他的当啊！钱哥，你他妈不是说你老婆来给你还钱吗？你他妈不是说你家很有钱？你他妈还敢骗我！操！钱哥，我真没骗你。你他妈还敢骗我！操！小哥，我真没骗你。我妹，对，我妹和我妈，他们一定会过来帮我还钱的。哦，对了，吴亮，我刚才忘记跟你说了，你妹妹还有你妈妈呀，她因为盗窃我公司的资金，被长官给抓了。现在在交管所呢。什么？我还去帮你特意打听了一下，长官说了，他们俩因为涉案金额巨大，可能下半辈子都得在里面度过。你放屁！陈良，是在骗我对不对？你一定是在骗我！强哥，下次再放贷款的时候，得把眼睛擦亮点。你看这要不回来钱多麻烦。你确定这个钱你不准备还？当然不还。他妈跟他妹妹都已经进去了。强哥，我估计这笔钱你是要不回来了。好。强哥，喂，将军，还在边疆吗？我这2天给你送个人。我操，放心，身体很健康。不，强哥，我不去。我这2天给你送个人。我操，放心，身体很健康。不，强哥，我不去。对，今天晚上就走。这个人欠我一笔钱，你想办法把钱给我搞出来。我知道你有办法能给搞出来。行，好，挂了啊。老公，不对，前夫哥，祝你一路顺风啊！陈木冰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老公啊！陈木冰，陈木冰，强哥，这娘们的车可是新的，咱们扣下了一笔债啊！我说他妈什么呢？你强哥我是最讲道理的，他都跟吴亮离婚了。我找他干什么？这次生意赔了，就算我他妈倒霉，
50万现金啊，就这么算了？算了，你觉得能这么算了？他还欠着我钱呢，得想个办法把钱搞出来。今天晚上就走，打包装车。不，强哥，我不想去变强，我还钱，钱不明，我去你妈的！今天晚上就走，打包装车。不，强哥，我不想去变强，我还钱，钱不明，我去你妈的！非常感谢陈小姐的配合，有了你的证词，法院对吴桂芬和吴敏的判决会顺利很多。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哦，对了，警官，我能问一下，他们2个能判多少年？吴敏是主犯，基本上会判有期徒刑20年，而吴桂芬虽然是从犯，但是犯罪情节严重，也得10年左右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我能最后再和他们说一句话吗？请便。告诉你们个消息吧，这辈子你们都别想再见到吴亮，因为他还不起债，已经被送到国外去打工去。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你？我打死你！你怎么这么歹毒？